女孩先天智力低下，她的大哥时常会这样捉弄她。在这个家里，她每天都会遭受着无缘无故的打骂，而更加可怕的噩梦是在大哥将她带进牛棚里，对她进行侮辱的时候。女孩名叫迪丽，在父母眼里，她就是一个嫁不出去的废物。对于儿子的兽性，他们也选择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迪丽的父亲还把她当作牲口一般，时常将她带到男人扎堆的酒馆里进行一番推销。Dat flink mokkeltje. Kijk eens, kijk. Dat flinkje, als je zo meepakken. 可对于这一家人丧失道德的行为，却没有一个村民站出来替这个可怜的女孩说上一句话。村民们极度冷漠。当一个儿时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孤儿马修正跟随雇主去地里干活时，雇主家的小儿子用手中的烂苹果砸向马修的面部。雇主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起来。可这一幕都被一个名叫安东尼亚的女人看在眼里，她并没有像其他村民那样坐视不管，她把那个男孩挂在了树干上，然后潇洒地转身，让马修跟着她走。Kom hier! Kom hier, ondankbare hond! Willem, kom terug! We moeten een stuk vreten! Kom terug! 安东尼亚并没有嫌弃马修动作缓慢，他将马修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耐心地教导着他。马修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被人尊重的感觉。往后的马修越来越开朗。官夫巴斯带着他的5个儿子在田间干活时，他看到这个独立且善良的女人，不由得心生敬意。安东尼亚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为了追逐梦想，在他12岁时，他就离开了家乡去往意大利。直到几天前他的母亲去世后，安东尼亚才带着他18岁的女儿回到故乡。整个村子里只有那个常年不出门的老朋友芬格，在看到他的面孔时，才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安东尼亚安葬好母亲后，便决定长期定居下来。他在地里种起了粮食，和女儿安娜一起去村里的水井里打水，做着很多男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安娜喜欢绘画，她十分理解母亲的决定。可随着在村子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发现了很多弱势群体的生活非常的艰难，特别是女性们根本得不到男人的尊重，她们像野草那样在夹缝中艰难求生。一天傍晚，官夫巴斯趁着就近，特意前来拜访了安东尼亚。原来巴斯酝酿了很久，这次特意向安东尼亚求婚而来。可安东尼亚称她并不需要丈夫和儿子，但她非常欢迎巴斯带着她的儿子们来这里帮她干活。有了安东尼亚的允许，巴斯时常打扮一番后，带着他的儿子们去到安东尼亚的院子里做客。在这里，巴斯体会到了久违的温情。村子里的牧师也被安东尼亚的热情感染，马修也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安东尼亚的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天，安娜在路过迪丽家的院子之时，她早就对迪丽的处境有所耳闻，于是她决定前去探望迪丽。在迪丽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女儿在牛棚里干活之时，安娜径直走进了牛棚。Godverdomme! Wat is er nou? 安娜将迪丽带回了自己的家里，并细心地为她清理着手上的伤口。从此，迪丽再也不肯回到她那个地狱般的家。她和马修一起帮助安东尼亚打理着他家的农场。在这里的每一天，她都非常的开心。而迪丽的父亲一次也没有来寻找过她。在安娜的画纸上，迪丽和马修的微笑治愈了2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心。另一边，迪丽的大哥担心自己所做的龌龊之事败露，他收拾了行囊，选择了参军。转眼，安东尼亚的庄稼由播种到变成绿色，再到金黄色的一片。可安娜在绘画上始终没有找到自我。一天，正在田里干活的安娜突然对母亲说道 Mom? Mom? Ja, Klein kind. 安东尼亚和他的好友芬格都以为安娜是有了结婚的想法，可安娜告诉他们，她只想要一个孩子，并不想要婚姻时，
安东尼亚瞬间理解了女儿的心思，她也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着安娜的决定。可在当时，未婚先孕是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尽管他们会面临着被赶出村子的危险，但安东尼亚并没有惧怕这些。在选择孩子的父亲仪式上，他告诉安娜 Wij zoeken het niet in het dorp, want daar krijgen we last mee. De boeren hier fokken toch alleen maar zo. En hun blik reikt niet verder dan de eerstvolgende koeienkont. Een paar maanden gaan we naar de grote stad. En daar vinden we de toekomstige vader. Anastasia. 当天下午，安东尼亚和安娜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确定了安娜孩子的父亲人选，那就是一个名叫乔治的赛车手。急需要钱换新车的乔治欣然同意了这场交易。他们彼此怀着愉悦的心情来到了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的城郊酒店。虽然两个刚认识的年轻人并不熟络，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3天3夜。酒店外的安东尼亚和他的朋友也一直守候在这里。3天后，完成使命的安娜从酒店飞奔出来，她告诉母亲，这一次她能如愿实现梦想。回到村子不久，安娜顺利有了身孕，但主教却为她这样的行为极力地谴责着他们。主教认为安娜亵渎了神灵，打破了村子里优良的传统，将不好的风气带到了这里。他会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让政府来处理他未婚先孕一事。安东尼亚带着安娜愤然离席，表示对主教的愚昧腐朽的抗议。巴斯也带着他的儿子们起身，第一个站出来，用行动来维护着安娜。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安东尼亚请求好友牧师和巴斯一起，本想去劝主教，希望他不再干预安娜生产一事。当他们一行人深夜去到教堂时，不想表面满口仁义道德的主教，却在背地里强迫着村妇干着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就在第二天，被抓住把柄的主教不得不在礼拜上修改了祷告词，他极力地赞美着女性孕育生命的伟大。几个月后，安娜的女儿希拉顺利降生。这一屋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们都为这个新生命的降生感到无比的开心。事实证明，安东尼亚选择基因的眼光是那么的独一无二。在希拉4岁时，就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他热爱科学和数学，知识渊博的芬格成了希拉的第一位心灵导师。那个看破了虚伪的教条伪装，决定挣脱枷锁做真实的自己的牧师，在有一天大闹了教堂后，他彻底的放飞了自我。于是他找到了安东尼亚。Ik ben vrij! Ik ben vrij! 从此，安东尼亚的家族又壮大了起来。他们像家人那样，每天都在一起干着农活。当迪利慵懒地伸着懒腰之时，安东尼亚发现他高高隆起的肚子。原来，在日久的相处中，迪利和马修互生了感情。迪利怀上了马修的孩子。迪利结婚这一天，他的母亲站在远处看着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不难看出，女儿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他发自心里为女儿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巴斯的真心终于打动了安东尼亚。他对巴斯说道：“当初的求婚，现在他可以回复他。”就这样，巴斯特意在小河边上亲手打造了一间爱巢。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在安娜和希拉的祝福下，巴斯开着拖拉机将心爱之人带去了他们的爱巢。不久，在安东尼亚家的院子里出现了一个落寞的女人，来者正是安东尼亚的好朋友。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于是她投奔了安东尼亚。而就在牧师看到她的第一眼，他们便互生了情愫。希拉5岁那一年，她的老师便发现了她对于数字的敏感程度远远超出了同龄人的水平。老师告诉他们，她可以每天放学后前来他们家，为希拉进行2小时的免费课外教学。安东尼亚的家族随着迪利和安东尼亚朋友不断出生的孩子，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然而这份宁静在迪利的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被打破。Pun, p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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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 迪利的大哥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回到了家乡，而他并不是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而是想要和自己的弟弟争夺遗产。这个恶劣之人并没有放下当初安娜对他的伤害，他对于牛棚里的那一钉耙一直耿耿于怀，但他如今并不敢对安娜做什么，于是他把魔掌伸向了年幼的希拉。迪利的大哥去到田间，向安东尼亚家族的成员进行挑衅。迪利看见大哥后，他害怕到捂住自己的双眼，而这个男人的目标却直勾勾地盯住了希拉。
就在当天夜里，13岁的希拉便被这个恶棍侵犯。看着女儿的模样，安娜端起猎枪准备出门。安东尼亚接过女儿手中的猎枪，在夜色中寻找起迪丽的大哥。Ja. Nee. Sta op. Stop！ 安东尼亚明白，为这样的人搭上性命没有任何意义。他想要这个男人活着接受惩罚。不想安东尼亚刚离开，巴斯的5个儿子便围了上来。5个血气方刚男孩的力量，在分秒之中足以毁掉了他的性命。当迪丽的大哥连滚带爬地回到自家院子时，迪丽的二哥前去将他扶了起来，可他径直将大哥扶到了水井前。为了没有人和他争夺遗产，迪丽的二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来，尽管村子里有人怀疑迪丽大哥的死，但没人去指控，大家似乎都很高兴，除去这个十恶不赦的个人。好在芬格利用心理学为希拉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疏导，也在好友西蒙一直对他的不离不弃之下，希拉逐渐走出了这段阴霾。成年后的希拉成了一位大学教师，他和西蒙也确立了恋爱关系，但他和母亲安娜一样，在得知自己有了和西蒙的孩子后，他坚决不愿意进入婚姻的殿堂。即使他生下了女儿，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他象征性地抱了一下孩子，便把他交给了家人。沉浸在书中的希拉，孩子好像与他毫无关系。往后的日子，他不断学习深造，一直奔走在逐梦的道路上。芬格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希拉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阶段给予他心灵上的指引。可几年后，就在牧师的第13个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死亡的气息便笼罩在这个家族里。牧师的妻子因为生产大出血死去，随后牧师带着他的孩子们离开了村庄，前往城市定居。马修不久后也死于一场车祸。90岁高龄的芬格也因为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而选择了自缢。希拉特意从伦敦赶回家中，芬格的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工作，就那样默默地坐在芬格的书房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安东尼亚家族的院子里突然之间冷清了许多。希拉的女儿坐在屋顶上，祖母给她讲的那些故事，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在她的脑海里重现。然而祖母也老了，老到和巴斯跳上一曲后，就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安东尼亚意识到他的大限将至，他让自己的曾孙女来到他的床前，并告诉他，死亡并不是终结，这是一个自然的循环，但在生的时光里，要做有意义的事，做善良的人。安东尼亚的独立、善良和尊重他人，以及尊重他人的选择，这样的精神摆脱了道德的束缚，超越世俗是他不动声色的力量。临死前，安东尼亚最爱的家人们都坐在他的身旁，他没有任何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